美国召集的所谓民主峰会即将在本周举行。中国官方相继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以及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抨击美国民主制度背离民主内核与初衷，并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以民主改造为由干涉他国内政。周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10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揭露美国民主的虚伪面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日在浙江安吉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举行会谈，双方就民主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推进民主建设，应以本国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评判的依据，而不是把西方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实际上，就美方拟举办所谓民主峰会，王毅近来已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回应，并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王毅强调，美国的目的不在民主，而在霸权，是假借民主的名义维护其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是以民主为旗号，借机干涉别国的内政。在美方冠冕堂皇口号的背后，是美国把世界各国分成3、6、9等，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霸凌行径，是他在国际社会搞拉帮结派、挑动分裂的自私做派，是他将民主私有化、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进地缘政治目标的真实意图。赵立坚重申，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垄断民主标准，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把本国政治制度强加于人，更不能把民主当作打压别国的工具。世界上没有哪一套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内容成为各方关切的焦点。发言人也在会上进行了集中的回应。赵立坚的回应主要涉及到3个方面：一是评论了近期中国民间与官方发表的抨击美式民主的报告；二是回击了部分美方的官员发表的涉疆言论；三是就美日澳等国借人权问题炒作外交抵制冬奥会，再次阐明了中方立场。中方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多国认为美国没有资格给别国出试题、定标准，也没有权利要求别国只能效仿美式民主。在上周3举行的欧盟大使会议上，匈牙利政府明确反对欧盟集体参加所谓民主峰会，并拒绝了欧盟其他国家有关提议。西尔多外长说的对呀，欧盟是多极世界的一支重要的独立自主力量，确实应该秉持战略自主，明辨是非，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过去3天，中国官方相继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推出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列举事实数据和各国专家观点，全面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深入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所谓民主的危害，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国民主外交的虚伪性。周一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北京发布10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报告全文2.3万字，分中、英、法、俄、西等5个语种，列举大量事实、数据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从美国制度实践、国家治理、社会现状、人权自由、国际影响等10个方面，提出10个有关美国民主的尖锐拷问，指出美国民主近年来逐渐蜕变，对内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侵犯人权，造成社会撕裂，对外成了美国维护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的幌子和借口。报告指出，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却是钱主、枪主、白主、美主、君主和药主，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6主，实无民主。这也使得美国之外57%的人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但最近几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要搞民主峰会，你这在世界上是搞分裂是搞2个阵营，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当然智库的学者要有责任站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更重要，我们要表示反对的是所谓的这个民主峰会还要邀请中国台湾省的代表来参加，这更加有干涉中国内政、来寻找中国麻烦之嫌，
这样的分会，我们学者当然要有责任去批判。王文表示，批判美国并不等于反美。通过这个报告，一是希望能够促进各国都理性地看待民主，二是希望能够推进中美关系回到正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对这份报告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民主乱象与对外以所谓民主为由推进霸权的行径进行了深刻剖析，引人深思。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所面对的民主乱象、治理失败、内外的矛盾，应该说这一系列的困境是美国自身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外部因素造成的，更不可能通过美国某些人故意制造外部威胁、转移矛盾的方式得到任何意义上的解决。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民主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把本国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人，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把民主作为工具来打压别国。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斯义、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来自巴西的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马可等外国学者也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包括美国驻华使馆在内的30多国驻华大使馆代表、近20家外国驻京媒体及40多家国内媒体记者现场与会，全球超过100万网友在线听取了报告发布。As Xi Jinping put it, the person wearing the shoe knows whether it fits or not. For example, China's present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PC, is specific to China. China does not propose other countries to adopt it, but it notes in the outcomes this shoe has fitted China's foot. 英国知名经济学者罗斯义表示，中国对民主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当家作主才是人权得到进步的体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政治发展印证了这一点。在关于民主的讨论当中，应当注重实际结果，也就是人民生活品质的改善程度，因为民主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But the US claim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re better in the US than in China.What type of absurd reasoning can try to justify such a conclusion, which is in violation of the facts on literal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human rights? 来自巴西的青年学者马可则从拉美国家的视角，尤其是巴西政局动荡的根源，向外界揭露美国对外民主不同面貌。U.S. is not in position right now to lecture other countries about democracy. Historically,U.S. always worked to actually undermine the democracies or the attempts to build democracies i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global south, like in my continent, Latin America, but also in Africa and Asia. 马可认为，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制度就是要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最富有的人却拥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也称不上民主。This is what also China is trying to raise globally as a debate.Is that, okay, look at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China is doing probably, it's the best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the last 40 years. So I think China has probably much more to teach or to exchange with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global south, about what could be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people's life.